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以感应合约的开发工具和开发资源介绍。那么感应合约是什么呢？感应合约是一种基于特征识别的可溯源和协作的 BSP 区块链智能合约。现阶段的BSP 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呢，它是为了弥补它这一块有状态合约的溯源和协作的一个缺陷，从而可以实现 NFT 和通证以及更加复杂的一些智能合约的。那目前来说呢，感应合约的生态大概是这样子的。而我们刚才上一场演讲里面的 NFT on Show， 它也是基于感应合约这种智能合约开发的一种 NFT。感应合约的一个理论知识呢，是可能大家需要到去官网去查看它的白皮书，还有一些 PPT 的文档，而它的所有的开发工具和服务，我们也都在 GitHub 上进行开源了。今天我会带着大家去着重对工具和服务这两块，以这4个方面去讲述一下这些工具服务是怎么去使用的。首先是编写智能合约，先介绍一下 SatoTX 吧。这是感应合约的签名器，它使用了拉宾签名的算法给对 TX 的关键数据进行签名，以便为任何使用 Sensible Contract 技术实现的合约提供感应证明。它提供了2种方法。第一个是对某 UTXO 被下一个 TXO 花费的一个签名，另外一个是对某个 UTXO 的签名。那么这2种方法是为感应合约溯源和协作提供了关键的一个信息的。那么对于一个有状态的合约而言呢，它需要保证它的一个连贯性、有效性。而目前我们在 BSP 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当中，我们可以通过 OP_Push_TX 的技术来获取当前合约的一个状态，从而去对后续的一个合约状态进行约束。但是呢，我们目前是没有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去获得前续合约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智能合约它一旦上链之后会成为一个 UTXO， 而智能合约的 UTXO 呢，它并不像 BSP 的 UTXO 是可以得到节点软件的一个约束、一个检查的，这就导致了一个智能合约的 UTXO 它是存在被复制的一个可能的，从而会出现一个伪造的一个现象。那么感应合约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它通过 SatoTX 这个签名器去返回了一个对某个 UTXO 被下一个 TX 花费的一个签名，结果来得到一下它前续合约的一个状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完成这个溯源的一个过程。那么实现了这个溯源逻辑之后，你的智能合约呢，就可以在链上的一个 UTXO， 它就算被人复制，且只有一个，它可以被正常花费，它就得到一个不可篡改的一个能力。同样的，在一个统一上下文下，我们可能会需要和邻接的其他的一个合约进行交互，而目前也是没有任何办法去说得到一个隔壁的一个合约的一个状态。我们通过签名器对一个 UTXO 的一个签名，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邻接合约的一个合约状态，从而可以进行一个协作。那么目前我们说感应合约的签名器呢，已经有多个协作方进行一个提供部署了。而我们也通过门线的方式来达到它一个提高它的安全性。我们通过最小化的一个方式、最小程度的一个方式去引入一个感应合约的一个签名器，来补全了智能合约在有效状态的一个合约它一个溯源和协作方面的一个欠缺，从而使得我们现在可以用智能合约去开发更加复杂的一个系统。比如说上面我们有个 NFT on Show 是吧？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去开发更加复杂的，像竞价拍卖或是更加复杂的一些功能。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一个Witness on Chain 的一个服务，它是一个预言机服务，提供了区块的高度、时间还有价格等链外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呢，区块链呢和现实世界是隔离的，而预言机呢，它提供了一种方式一个可信任的一种桥接的状态，可以让链外的一些数据呢进入这个安全的、可靠的进入区块链系统。
这个 Witness on Chain 呢，如果你要开发一个 DAPP，开发一个智能合约，比如说要说到刚才我们说，开发一个竞价拍卖系统，那么这竞价拍卖系统它需要一个比如说拍卖3天结束，那么这个时间在合约里面它需要从外部去获取，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Witness on Chain 来获取了。Witness on Chain 呢，也是我们BSV 技术架构团队周全先生开发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预言机的一些服务能够进入这个 BSV 区块链的一个智能合约的生态当中。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感应合约的一个签名器呢，它是不是预言机呢？它本质来说并不是，因为感应合约的签名器它提供了其实是链上的一个信息。这也意味着呢 ，BSV 区块链呢，它是有能力本身是有能力去提供这个感应证明的。这一点呢，在那个白皮书上我们会有提到，如果感兴趣的同学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基于感应合约这个技术实现了智能合约，我们实现了NFT 还有一个通证的方案。那我们实现的这2个合约呢，它都具有一个高并发性，因为是基于 UTXO 模型的，还有高安全性，因为合约逻辑是由矿工上去检验的，还有具有高扩展性。我们使用了一种 Pay to Contract 的 Hash 的技术来实现这个高扩展性。那么什么是 Pay to Contract 呢？我们知道呢，一个 NFT 或是一个通证的一个合约，它都是一般来说是由某个私钥去控制的，只有通过那个私钥签名验证之后，才能进行花费，才能进行转移。而实现了那个溯源逻辑的智能合约呢，它是拥有不可篡改的特性的。我们将一个这样的一个智能合约，它的一个链上的 UTXO 的代码部分进行哈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可靠的一个哈希地址。我们可以把 NFT 转移到那个合约地址上，由合约去控制，去按照合约的逻辑来决定最后 NFT 的行为。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合约上去开发一些对 NFT 的一些扩展，去实现去中心化的竞价拍卖。比如说，拍卖的逻辑本身不在 NFT 里面嘛，但你可以去写一个这样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拍卖合约，可以用 NFT 转移给这个拍卖合约之后去让拍卖合约来决定最后竞拍者来获取这个 NFT， 甚至你可以开发一个游戏对战的，你可以基于MetaBot 去开发一个自己的一个游戏对战的一个合约，让 MetaBot 去参与这个合约，然后进行一个对战，然后由合约去决定一个逻辑计算之后，决定它的一个胜者败者，甚至在合约结束之后可以给那个 NFT 赋能。那么我们也对那个通证的一个扩展实现了一个类似 Uniswap 的一个 Swap 合约，而现在也在那个Token Swap 上运作中。那么编写完智能合约之后呢，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合约在链上状态如何去查询呢？在 BSV 区块链上，这个事情呢就可能有点麻烦，因为它并不像说以太坊的一个智能合约上可以通过节点的 RPC 服务去直接获取合约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通过自己去对那个数据进行一个解析来进行查询，而 Sensible Query 就是做这个事情。它依赖于节点软件 SensibleD 会是一个节点同步的一个程序，它会对整个区块的数据进行解析，然后对提取出我们所关心的一些数据，然后提供给 Sensible Query 来对外提供 API。而 Sensible Query 它是一个区块数据 API 服务，除了提供传统的UTXO 的查询和 TX 的广播之外，还提供了对 NFT 通证还有 Swap 的数据查询。如果你是在基于感应合约的这个 NFT 和通证的一些扩展开发话，也可以直接在 Sensible Query 上可以很轻易的去做一些数据的一些扩展的一些查询，这是它的一个 API 的。然后呢，我们基于 Sensible Query 呢开发了一个 Blockcheck 的一个区块链浏览器，那可以很方便去查看感应合约的通证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查看一个地址下它的一个 MetaCoin 还有 OVT 或是 USDT 的一些它的一些数值场形。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想说一点就是
我们认为智能合约呢，它应该是和区块链的代码一样，应该是可以开源并接受大家的一些审计审查的。BSV 区块链现在目前是缺乏了这一环，所以我们希望在 Blockchain 上去做一个这样的功能，开发者可以去上传它的一个 DAPP 的一个合约代码，还有它的一个编译器版本，而且还有关联 Scrypt 的团队是否有做过一些审计，从而让这个 DAPP 具有更加的透明性，还有它的可信任度，让用户可以在浏览它的一个交易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DAPP 的合约 UTXO 它是否具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安全性。如果有这一方面的一些需求的 DAPP 开发者，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以一起来聊一下。这里再说到一个 MetaSV 吧 ，MetaSV 是一个传统的区块数据服务，它也提供了通证的数据的查询的 API。就是如果你是在 DAPP 上开发，如果你需要一些数据查询服务的话，其实可以不一定需要自己去搭建这样一个数据服务，可以去和现有的服务商进行联系合作，比如说 MetaSV， 由他们去提供这个数据的一个服务查询。接下来就是如何去部署智能合约了。如果你是在基于感应合约的 NFT 和通证的一个开发的话，你基本上都会用到这个 Sensible SDK。这个 SDK 是集成了 BCP01 还有 BCP02这两个两个合约的一个 JavaScript 的工具库。那么这是一个 NFT 在链上待部署的一个过程，就是它会主要提供了3种方法，一个是 Genius， 还有一个 Issue， 还有 Transfer。那 Genius 呢，就是从一个普通的 UTXO 开始会创建一个 NFT 的 Genius 的一个合约，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 issue 操作之后，可以产生出第一个 NFT 实例，而 NFT 实例的通过 transfer 方法进行转移。BCP02 是我们的通证方案，它的链上的一个部署情况也是这样子的。这里的一些细节可以通过我们在官网上的白皮书，官网上有一个具体的讲解 PPT， 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逻辑走向。那这里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吧，如果一个咖啡店老板他想去用感应合约的通证去作为他的一个积分，他设定这样的规则，每次消费一次呢就给100个积分嘛，3000积分可以兑换一次免费的咖啡。用 SDK 的话，你需要写这样一个代码，咖啡店给用户发了100的积分，然后下一步到这里了，喝了1个月的咖啡之后，他现在要去兑换免费咖啡嘛，而他花费3000点积分呢，最下面那一部分的代码呢是不足够的，只执行最后一部分的代码会出错，必须包含上面这一步的合并代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感应合约的一个通证的一个合约，它是一个基于 UTXO 模型的，它在合约里面它需要检查每一项输入，那么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循环便利的问题。智能合约的脚本呢，它是缺乏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循环的，它需要设置一个最大的循环数。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在合约里面只提供了5种模式，分别是3、3、6、6、10这5种。Bob 此时已经是拿到3000积分，它实际上是由30个100积分的 UTXO 组成的，这里并没有一个可以满足一次过转移30个 UTXO 的模式，所以它必须得先进行一个合并操作，之后再进行转移。这我也想提的一点就是，智能合约的开发呢，会受限于节点脚本一个能力的限制而做出一些妥协。而我们实际在开发过程中是需要去从实际产品的角度出发去考虑，最大程度去降低应用的受限。而我们这里的5种转移的方式也是有经过考虑的，就是我们认为呢，前3种，比如说3、3、6、6、10、10，可以满足大部分的一个普通的转账的一个需求，而20到3则是我们预留为做一个合并的操作。而3到100是作为一个空投，比如说咖啡店老板想给100个他的顾客一次性去发放那个积分。智能合约都部署完了，编写好了，那么 APP 要怎么去构建呢？我们团队在开发智能合约的一个去中心化 APP 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合约如何让各个钱包去支持呢？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
而以太坊的 Web3 呢，它提供了一种被广泛应用的简洁模型，使得用户应用在接入特定的钱包的时候，不需要考虑特定的细节，即可以实现一个标准化的接入。而它带来的一致性、便捷性和开放性也是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以太坊上的一个智能合约发展起到重大的一个作用。而我们呢，正在 BSV 区块链上做一个 BSV 上的一个 Web3.js 的一个实现，而希望能够在 BSV 区块链的一个智能合约开发上也得到一个很大的便利。那么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模型是这样子的 ：Web3.js 作为一个 APP 到钱包的一个连接点，它可以为 APP 提供足够灵活的方式去和区块链进行一个交互。APP 不用关心钱包具体的一个实现，而钱包方呢，只要实现有限的几个接口，即可以对已有的那些 APP 进行支持。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那咖啡店老板现在给 Bob 发100个点数呢，他初始化的话就可以用本地的一个钱包进行一个初始化，用 Sensible 的一个模块进行转移。然后 Bob 进行兑换咖啡的时候呢，他现在 Bob 他用的是一个Sensely的插件钱包，他用类似的方式进行初始化之后，也可以很方便的直接用 Sensible 的一个模块进行一个转移这个积分。这里我们说到这个 Sensely 插件钱包，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款 BSV 区块链的一个插件钱包，它是免费开源的，非托管，用户自主控制的私钥的。内置了对感应合约的通证和 NFT 的支持，实现了 Web3 所定义的一个钱包接口。那么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插件钱包呢？我们不仅仅是说去做一个对感应合约、通证和 NFT 支持的一个钱包，因为我们知道 Sol APP 已经支持了 Vault 钱包也已经支持了，而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开发一个插件钱包和 Web3 去为 BSV 区块链的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 DApp 开发提供更大的一个便利，提供一个开发的一种范式。而我们团队也会接下来会在 Sensely 上投入更多的一些力量，去让这个 BSV 区块链智能合约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感应合约呢，从白皮书发行到现在一直受到了很多团队一些关注，而我们也和很多一些团队做了一个不同层次的一些合作和交流，也让我感受到了 BSV 区块链呢也是一个互相协作，而多个参与方一起协作的一个链，而不是某一家公司的一个产品。我们也遇到了很多一些困难，比如说当初的一个未确认的交易，它存在一个25的一个上限，而这个也被节点软件开发的一个团队注意到，而进行了一个修改之后得到解决。一旦实现了感应合约的溯源逻辑之后，脚本的大小会变得比较大。就可能会超过那个节点软件它能够处理的10KB 的一个脚本大小限制。当时我们联系了国外一个 BSV 区块链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矿池 Tor， 他们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帮助，他们直接把那个上限提高了500KB， 让我们的合约能够确认上链。后续也有很多的团队，也有很多的一个矿池加入了这个行列。我希望这个 BSV 区块链的一个智能合约有更多的一个力量注入，让 BSV在实现区块链有更大的一个扩展，更大的一个潜力。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